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童演仙侠剧，看3个相似的名场面，就知道鞠婧祎和白鹿的差距了。自从看了白鹿和罗云熙主演的《长月烬明》，就知道仙侠剧从此有了天花板。从服化道到主演的演技，《长月烬明》都无法被超越。同样也是仙侠剧，来看看鞠婧祎和郭俊辰主演的《花容》。首先，鞠婧祎和郭俊辰颜值搭，俊男美女犹如一幅画。只是鞠婧祎居美是美，但是扮永久式的古风造型，让人真的看腻了。鞠婧祎饰演的未知明明只是一个小丫鬟，居然穿那么华丽抢眼的衣服，还有精致的妆容，这哪里是丫鬟，明明就是小姐的装扮吧？到底是鞠婧祎的4000年的美女的光环太过于强大，还是过于重视服化道，一点都不贴合剧情中的人设的装扮？反观白鹿饰演的叶惜雾、桑九和黎苏苏，无论在哪一个时期，她的服装都非常贴合人物本身，并没有为了美而美。在军营中，白鹿蓬头垢面，还和澹台烬身穿黑色的情侣装。说完服化道，来看看女主的演技。同样演仙侠剧的女主，来看看这2部的3个的相似的名场面，就知道鞠婧祎和白鹿的差距了。婚礼变葬礼，在花容中，鞠婧祎在剧中也是身穿红色的婚服，是一段极具爆发力的戏。鞠婧祎颤抖的下巴和脖子上的青筋，还有一声冷笑，都代表了她并不是没有演技，光有颜值的。但是鞠婧祎却给人一种心有余力不足的后劲欠缺的感觉。她的爆发力也只仅限于没有感情的大声呼喊，完全让人无法入戏。鞠婧祎的原声台词也不过关。同样是婚礼名场面，白鹿就不同了。同样身穿红色婚礼，在大牢中，白鹿充满了破碎感，把对澹台烬又爱又恨又颓废无望的模样演绎出来了。当叶惜雾无力地站起来冲澹台烬那一句话呼喊，看出白鹿的爆发力非常强。这一幕是让人看到了2个明明相爱又不得不相杀的爱人的意难平。这一局白鹿赢。黑化名场面，在花容中，鞠婧祎饰演的未知救世团宠，默默得到了大家的守护。白鹿院长静修不惜以命相护，大尊为了保护她，最后牺牲。看到自己的娘亲躺在那里，鞠婧祎的演技却没有太大的起伏，她的情绪一直很平稳，完全没有演绎出自己的悔恨，缺乏后劲力。同样是黑化的名场面，白鹿饰演的桑九，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全族死去的时候，她整个人从内而外地爆发，从单纯的恋爱脑的邻家小女孩变成了一个玉女，最后拿着剑黑化成魔，真的演绎出了桑九的悔恨、绝望和无尽的恨意。很多人都很期待看到桑九黑化，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期待女主黑化的剧了。这一局依然是白鹿赢。破碎感名场面，在花容中，当鞠婧祎剧中亲眼看到了爱人杀了自己的父亲后，她的脸上的情绪起伏居然很平淡，眼睛含泪，后来还闭眼，真的看不出有多大的痛苦。面对背叛，她更多的是手足无措，还一副没反应过来的既视感，悲痛感也演得太含蓄了。这样呆若木鸡式的表演，真的很无语。来看看白鹿的演技。白鹿饰演的黎苏苏得知澹台烬杀了赵幽仙君和自己的父亲之后，她一脸的不可置信和悲伤感和背叛感，破碎感简直打100分。看了这3个相似的名场面，就可以看出了鞠婧祎和白鹿之间的差距了。3个名场面中，白鹿的演技完全吊打了鞠婧祎，顶着4000年美女的称号，在颜值方面，鞠婧祎是胜过白鹿的。精致的妆容造型也许是剧情所需，却不是必备品。如果硬要大吹鞠婧祎的演技，就是在指鹿喂马了。
鞠婧祎这些年的演技一直都是流水的模式化表演，从《云溪传》到《漂亮书生》，再到《如意芳菲》，模式化的演技让人没有丝毫的惊喜，反而让人审美疲劳了。鞠婧祎并非完全没有演技，只是风格太相似了，也并没有尝试突破自我，喜欢待在舒适区。同一个套路，观众看久了自然不会买账。鞠婧祎和白鹿之间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，那就是在戏外。而鞠婧祎在《九州天空城》饰演女二的时候，其实获得了不少好评，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女主关晓彤。可惜后来因为性格人设，让鞠婧祎越发不接地气，作品无突破。鞠婧祎在戏外的人设也一再被吐槽，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人设，将自己和大众的距离越拉越远。反观白鹿，凭借着跑男知名度越来越高，最关键的是戏外的她是一个大大咧咧、善良、真诚、讨喜的女生，路人缘越来越好。她能够和杨颖相亲相爱，对每个女艺人都非常友好，而且从不摆架子，更不会区别对待。善良和真诚是白鹿最大的福气。从全网黑到一线花旦，白鹿靠的不是于正的力捧，而是自我的努力和人品。